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在部落格中撰写了一篇劳工丧假使用说明的文章，简单分享了劳工请丧假时的法定天数、应提供给雇主的证明以及其他的注意事项，并且都有列出了相关的法令依据让读者们参考。其中我们有讨论到的一点呢，是实务上很常见的疑问，那就是丧假是不是一定要在100日内请完呢？在原本的文章之中啊，我们有提到，即便超过100日之后，劳工如果还是有没请完的丧假的话，仍然可以向资方提出请假。然而啊，我们在后来去函主管机关之后，其实取得了一份并没有完全公开的解释令，也让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有所不同。这支影片呢，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丧假的基本规定，以及公开我们所拿到的隐藏解释令，让各位参考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虽然我们过去写的文章中已经有详细介绍过有关丧假的一些规范，不过我想还是直接简单说明一下有关于丧假的注意事项，让大家参考吧。依照劳基法第43条以及劳工请假规则第3条的规定，当劳工有亲属伤亡的时候啊，便可以依照与亲属的关系，向资方请求8天、6天或者是3天的丧假，并且请假期间的工资应该要照常发给，所以丧假算是有薪休假的一种。总之啊，只要劳工能够检具相关事证，像是亲属的死亡证明啊、除户证明，另外还有跟亲属间关系的证明文件，例如户口名簿或户籍誊本等等，就可以依法向雇主这边请求丧假。不过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好奇，如果是提供附文之类的文件，可以当作证明吗？其实劳动部对此并没有很详尽的解释，有些雇主大概也可以接受以附文当作请假的证明。然而过去也有听说过，有些劳工会伪造附文向雇主提出请假，这样子的行为呢，不止劳工可能会涉及到诈欺或伪造文书等刑事责任，也会降低了劳资双方间的互信关系。所以为了避免争议啊，最好还是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法定文件作为证明是比较好的。另外也补充一下，法令并没有规定劳工应一次将丧假全部请完。换句话说，劳工请丧假的时候是可以依照礼俗的需要分次请假的。就算是劳方主动请求一次连续把丧假请完，但是依照内政部还在主管劳工事务时期的解释令，请假期间所遇到的例假、休息日或是国定假日等法定放假日，也不应该要计入到丧假期间。也就是说啊，只有应出勤的工作日才有请假的必要。最后也提醒一下，雇主如果无故拒绝劳工请丧假的话，将可能会违反到劳基法第43条规定，被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的话，就会面临到2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有些劳工在向雇主请丧假的时候啊，常会被要求应在亲属过世的100日内请完。不过如果仔细查找劳基法、劳工请假规则或是相关的公开解释令，其实并没有办法找到相关的依据。所以不少的网站啊，在解释丧假请假期限的时候，都会提到劳工请丧假时并没有法定的期限。就连我们自己在2020年发布的文章，其实也是这么写的。换句话说，既然法令没有明确规范使用期限，劳工即使过了亲属伤亡的100日之后呢，也应该可以向雇主继续请求丧假才对。那为什么会有100日这样子的说法呢？除了是传统的礼俗之外，主要应该是公务人员的请假规则有明确写到，丧假得分次申请，并应于死亡之日起100日内请毕。也就是说，公务人员的丧假天数虽然比一般劳工来得多，但同时有着这样子明确的限制。也不知道是哪一些雇主过去可能引用了这个规定，所以才会有100日内要把丧假请完的说法吧。抱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又再一次以 Workforce 劳动力量的名义询问劳动部，希望可以获得官方的回应，让我们确认劳工的丧假究竟有没有100日的请假期限。不过一如往常的，即使我们询问的是法令上的疑虑，而不是个案性的问题，去函还是一样被转往了我们公司所在地的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回复。而我们也赫然发现呢，劳工局提供给我们的一份古老的解释令，竟然是有明确的指出，雇主可以要求劳工丧假应该要在100日内请完。我们在去函中提出了2个疑问，一个是如果劳工在亲属过世的100日之后才向雇主提出丧假请求，雇主是不是可以拒绝呢？另外一个则是如果雇主希望让请丧假的制度更加明确，是否可以在劳动契约或是工作规则之中明定丧假应在亲属伤亡后的100日内请完呢？这2个问题不只关乎到劳工的权利，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管理制度，所以如果能够取得完整且确切的回复的话，当然是最好的，我们也才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加明确的资讯啊。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在回函中有明确的指出，丧假应在事实发生或知悉时向雇主提出请求，并可以依照礼俗与实际需要分次于100日内请毕。其中他们所引用的劳委会85年发布的解释令，不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而且在劳动部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中也都找不到的隐藏解释令。在这则解释令之中确实明确的提到，丧假之给予应于事实发生时或于知悉时提出请求，以为处理亲属丧假事宜或平复心中之哀痛，并得依礼俗分次于100日内请毕。如果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解释令，会发现其中所提到的案例其实是有些夸张的。劳工从亲属伤亡之日到提出请丧假之日，相隔长达了16年之久。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主管机关才会认为这样子的请假方式，其实跟法令规定的精神与目的是不相符的。总之从我们取得的这则解释令之中，可以归纳成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丧假得依礼俗分次于100日内请毕。虽然句子中使用的是得，不过从文意来看，解释的对象应该是劳方才对，也就是劳工可以视情况在100日之内把丧假请完。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劳工在100日之内没有把丧假请完的话，是否资方也可以解读成员工自行放弃了这个权益呢？即使之后再向雇主提出，雇主也仍然可以依照主管机关的解释拒绝让劳工请丧假呢？从该解释令后面再补充的部分来看，答案可能应该是肯定的，因为超过期限之后，劳工仅能向雇主请求补给丧假，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恐怕也就很难再追讨丧假的权利了。第二个重点呢，则是丧假应于事实发生时或于知悉时提出请求。这段话应该同样是向劳工解释，劳工在亲属伤亡的事实发生时，于100日内向雇主提出丧假请求，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但是劳工在知悉时提出请求，应该解读成自知悉后开始计算100日，还是仍应从伤亡之日起100日内请完呢？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后者比较合理，也就是应该要从伤亡之日起100日内请毕。对雇主来说，这样子也比较能方便认定，否则要举证劳工在何时知悉亲属伤亡，应该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劳工请假规则中列举出可以请丧假的情况，其实大部分都是劳工的至亲伤亡时才可以请假。相信当劳工面对到这类情况的时候绝大部分都应该会需要妥善处理亲属的后事，而尽快用掉丧假。但或许还是会有少见的情况，是劳工可能提出请假时已经超过了亲属伤亡的100日之后，如此一来呢，就容易会产生争议。因此，以下我就分别给予劳资双方提供一些建议吧。先是给劳方的建议吧。亲属离世的时候，虽然通常是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但是仍然要切记依照公司制定的请假程序，事先提出请假。如果有紧急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完成请假程序的话，也可以依照劳工请假规则第10条的规定，委托他人帮忙代办请假手续，后续再依照程序把请假的流程跑完。另外也补充一下，虽然有关劳工丧假应该要在100日内请完的依据只有前面所提到的隐藏版解释令，或许就算超过100日后再请，也不见得会违法。但为了要尽量避免争议呢，建议还是尽早将丧假使用完毕会比较理想一点。如果有特殊情况没有办法用完的话，也最好以书面的方式向雇主提出协商，以利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举证。再来是提供给老板们的建议了。劳工亲属伤亡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因为哀痛而无心工作。这个时候，雇主除了可以试着主动询问以及确认协助之外，也可以先送上电仪或是致意。除了可以让员工感受到温暖之外呢，也可以借此强化雇主品牌以及形象。如果劳工因为治伤繁忙，没有办法立即提供相关证明的时候，不妨也可以先让劳工用口头的方式请假，事后再来请求员工补足相关的证明，完成请假程序就可以了。回到本文的主题如果希望让制度上更加明确，或甚至希望依照主管机关的解释令明定丧假的使用期限，建议可以在劳动契约或工作规则之中呢，明定100日内应请毕丧假的规定，并且附上该则解释令以作为凭据，之后再送主管机关完成工作规则的核备。假如真的不确定应该要如何制定这些文件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给企业的相关服务，由我们来协助雇主们拟定这些必要的文件哦。影片的最后来说说心里话吧。坦白说我收到此封回复以及这则秘密解释令的时候，也是有点意外的。没想到过去一直在向劳资双方解释丧假并没有使用的期限，实际上却还真的可以订定100日内要请病的期限感觉无疑是在打脸过去的自己
不过还是希望劳资双方可以在遇到员工有请丧假需求的时候，尽量多一些沟通，以避免误会。毕竟法令的规定都是最低的标准而已，如果能依照员工的实际需要，稍微有弹性的调整的话，或许就能减少一件劳资争议的发生了。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也欢迎各位多多帮我们分享吧，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